大家好，我是仁謙，歡迎來到我的頻道。讓我用各傳佛教的師資學歷、數百萬字的翻譯經驗、10年來的教學經驗，與你一起聊佛辯經。我們這一系列的《金剛經》影片呢，陸陸續續走過了《金剛經》經文的幾個核心哦，包括第一次我們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那個偈子，談的是真相跟事實的差別。第二次我們談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告訴我們怎麼去觀察生命的無常跟因緣和合。後來我們談了因無所住而生其心，談了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還有談到了這個還至本處以及云何降伏其心等等的這些內容。特別是最後一次，其實談的就是人生方向上會出現的6種障礙以及3種解方。而這次呢，我們要談的是《金剛經》的一段經文，經文是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這段經文其實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它比較關鍵，我認為很有幫助的一個切角，是讓我們理解跟去對抗損失厭惡。什麼叫損失厭惡？損失厭惡討論之前，我先退一步來看看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時代。我們其實活在人類史上物質最豐裕的時代，可是我們也是一個不足感的這種焦慮最為普遍的時代。根據一些研究數據顯示，78%的人表示經常擔心自己錢不夠用，即使明明收入是高於平均水準，還是這麼覺得。62%的人認為自己有囤積，可能有一天會用到物品的這種衝動。雖然我們的物質財富增加了，但是生活滿意度在過去30年幾乎持平。這種匱乏感不是因為我們真的不夠，而是因為我們抓得太緊。我們往往下意識的會覺得緊緊抓住才不會失去。但是神經科學告訴我們的事實是，有關於損失厭惡的研究發現，我們對於失去的痛苦感是獲得快樂感的2.5倍。而這個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就是你擁有的越多，你就會抓得越緊，而你潛在的痛苦，也就是損失厭惡發作的幾率就越大。換句話說，擁有的越多，你有可能會越加痛苦。因為擁有越多等於損失厭惡會越嚴重，而當我們把每一樣東西都當成不能失去的，我們就活在一個被恐懼包圍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就是說這個長輩戒之在得，因為長輩對於喪失跟失去感很敏感，所以呢，他得到任何東西之後呢，他就會更加的覺得越得到越多，他就越怕失去。其他研究還進一步發現，物質主義傾向越高的人，焦慮和抑鬱指數也越高，不是因為他們擁有的少，而是因為他們對擁有的執着太深。這其實就呼應了《金剛經》所說的住。《金剛經》說不住色相嘛，這裡的住就是一種執着，包括說執着這是我的，這不能失去，這還不夠等等的念頭。當我們抓住這些念頭的時候呢，那麼每一次的給予都會變成損失，每一次的分享都像在割肉。這個時候我們不再是擁有財富跟物質，反過來說是被財富跟物質綁架。《金剛經》在這段經文談的是布施。我們都知道佛教所說的布施是一種給予，是一種給出去，是一種分享的精神。布施的重點其實不是失去，是鬆手，不是重點在給多少東西出去，而是練習捨。因為練習鬆開緊抓的手，其實就是在練習不執着於這個損失性的厭惡。當我們在練習布施的時候，重點是不執着於給了什麼，不執着於給了誰，更重要的事情是不執着於得到什麼回報。經文上面說不住色聲香味觸，意思就是不求色聲香味觸的任何回報。當我們不期待回報，這個時候給予就不是交易，而是讓心變得開闊的練習。研究顯示，把錢花在別人身上的人，幸福感會顯著高於把錢花在自己身上的人，而這個效應與金額大小沒有關係。這個研究後續在全球136個國家複製，並且發現給予他人所帶來的快樂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意思就是給予他人帶來的快樂不是因為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如此。人類的大腦對於給予會感到快樂，因為給予的這個行為本身就是在傳遞一個訊號給大腦，我是足夠的，我有餘裕分享。而這個訊號直接對抗匱乏感，对抗損失厭惡。其實佛教是這麼認為的，佛教認為說呢，布施它的基礎概念是投資未來。對於很沒有辦法在一開始就大量布施跟幫助別人的來說，佛陀告訴我們，布施要把它視為投資未來。而投資未來的這個概念，其實對古人來說是很難想象的，因為我們現代人，我們知道每年經濟會成長嘛，今年是100，可能明年会被108，後年可能會變成什麼108乘以8%的成長率等等等等，它會不停的成長。可是，在古代資源有限，而且生產資源的能力也有限，可能100年以來，人類的物質跟財富都沒有什麼太多的增長。換句話說，在古代投資未來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規劃，因為投資未來也不會增長，反而會損失現在。可是对我們現代人來說，投資未來不但不會損失現在，而且在未來可能還會得到更多。
對吧？所以对古人來說，投資其實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然而佛陀當時提出的布施，他就以一種投資未來的角度來溝通。為什麼？因為用投資未來的角度來理解布施，其實是讓我們放下對當下執着的第一步。當我們練習這個所說的布施的時候呢，它其實就是一種從害怕失去轉向享受給予。這個地方的關鍵的洞見在於，我們意識到沒有任何東西是我們可以永恆佔有的。布施的精華在於認知到，生命沒有任何東西是我們可以永恆擁有的。我們現在此刻有的一切，財務、健康、關係，甚至是這份身體，終將離我們而去，這是事實。既然如此呢，與其在最後被迫失去時痛苦萬分，不如在活着時候主動練習分享。這一方面能夠給我們在當下帶來快樂，二方面也降低了我們潛在的這種損失、厭惡的可能性。這種心境的轉變其實是讓布施從損失變成解脫，因為每一次的給予呢，都是在練習不被擁有物所綁架的自由。而且這種練習有堅強的神經可塑性的研究支持。研究顯示練習慈悲的給予能夠改變我們的大腦結構，增強左前額葉皮質的活動，而這個區域與正向情緒和心理韌性高度相關。換句話說，練習布施就是在塑造一個不怕失去的大腦，很好的投資吧？這個練習怎麼開始呢？有一些基本的練習可以做，這是在培養一個無所住布施的心。嗨，大家好，我是仁謙。為了讓禪師不打坐的內容能夠更精確无礙地傳遞給英語系國家的聽眾，我們正尋找志同道合的英文翻譯志工，與我們一起完成這場跨文化的布施。我們在尋找的朋友呢，比如要有些這些條件長期觀看禪師不打坐，對佛教經典內容有基本概念與理解，具備流暢的中翻英寫作與潤飾能力，願意透過文字轉譯成就自利利他的善行。如果你具備語言天賦且向往傳遞智慧，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留下資訊。誠摯邀請你成為佛法智慧的布施掌門人，讓佛法智慧傳遞到更多的角落。練習一是一種微小的鬆手，我們不需要傾家蕩產，我們只需要從微小的捨棄開始。每天你可以找一樣自己擁有、捨不得但其實不需要的東西送給別人。重點不是東西的價值，而是在觀察自己放下贈送的時候的那個心理反應。你會看到自己有那種捨不得的感覺，然後你就關注到這個感覺之後，提醒自己，這就是一種住的念頭。當你長期以往的練習，你就會發現這個感受對你的影響越來越低。那當然，第二種方法是比較更適合初學者，它是一種練習啦，就是想象閉着眼睛，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贈送給別人。其實，在佛教裡面有圍繞着這個主題有一系列的禪修方法，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這個練習的過程中你會一開始感受到抗拒、心痛、討厭、不舒服，這很正常。你不用真的送，你只需要注意到這種感受，並且關注着它，直到練習到當你發現送出去的想象不再引發這種很負面的感受為止。這個練習的重點是在稀釋執着。當我們心裡在練習過無數次的鬆手之後，那麼現實中的分享就會變得更加自然。第三個重要練習是本來就不是我的。你可以每天選一項你很珍視的擁有物，然後提醒自己，這個東西、這個人等等，在我來到這個世界以前，在我得到以前，它就存在。終究有一天我離開之後，它也會存在。它只是暫時經過我的生命。這樣子的練習其實是幫助我們意識到這一切事物我們只是暫時擁有，我們應該善用它，而不是被它綁架。金剛經所說的無所住布施其實要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我們感到的匱乏不是因為擁有的不夠多，而是因為我們把每一個擁有都抓得太緊，而每一個緊抓其實都是一個潛在的恐懼來源。我們以為抓住才安全，其實抓住就是牢籠。真正的豐盛是一種內在的慷慨，我們知道自己足夠，而且我們能夠給予。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就是在練習無所住，而我們會發現一個弔詭的真相：我們能夠分享的越多，內心反而會越感到充實以及富足。每一次的鬆手，我們都是在向自己證明，我不需要靠抓住什麼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這就是《金剛經》所說的無所住布施給我們的提醒。只有放下對擁有的執着，我們才能夠真正享受擁有。如果想跟我一起在21世紀學佛，歡迎下載我們的本師指南針 App， 裡面有100堂佛學基礎音頻課程，各種課程和工具，還要加入陸隊前 Line， 關注我們最新學習資訊哦。那我們下次見，拜。